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 Dunk 这款鞋子的一个评测吧，就是中国这边有好几个工厂在做这款鞋子，因为 Dunk 的这款鞋子呢，现在已经价格被炒得很高了，所以说有一些好的工厂它也愿意出来去做这款鞋子。其实这个配色已经出了好多年了，然后一直都没有说非常多的工厂去做它，可是在今年这款鞋子这么火的情况下呢，就多出了几个工厂。然后呢，我今天也带了就是有做了3个版本的鞋子，然后带大家看一下哪个版本会比较好一些，然后它们的差异在哪里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先拿一个市面上最好的版本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材料，然后还有一些细节。首先我们从材料开始看吧。这款鞋子呢，我经过网络上很多对比，然后这款鞋子是市面上最高的，然后它的材料基本是跟工厂，就是跟原装的材料是完全一样的。那我们就按照这款鞋子的标准来看一下其他款鞋子它们有什么不同。那首先从材料这一块我们开始看，这款鞋子它这一块鞋身大部分采用的都是荔枝皮，就是皮料上比较有皱纹的，这边比较有纹路的啊。然后 logo 这一块呢，选用的也是翻毛皮，就是它没有反光的，遇到光它没有那种反光的效果。然后后面这一块呢，它用的也是一些荔枝皮，然后下面是反毛皮。鞋头这一块呢也是一样的，荔枝皮，下面是配合的是反毛皮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呢拿了市面上最常卖的3个版本的鞋子啊，它们的价格呢从低到高，每个版本的价格的差别是在$10到$15之间。然后我待会呢会详细的为大家做一些对比，然后你们在选购鞋子的时候就会更知道自己喜欢哪一个版本。我们从鞋子的摆正的气质来判断一下这3款鞋子，你们觉得哪一款鞋子的鞋型会比较好一些？这是最便宜的版本，这个是中等的，也就是市面上很多供应商说它是 top， 那这一款呢就是最好的版本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从3款鞋子的材料进行对比。这款材料呢，你看，使用的是一些荔枝纹，鞋头也是使用的是一些荔枝纹的头层皮。然后第2款就是 top 质量的，它的荔枝纹的纹路是非常小的，然后皮料也是比较粗糙。鞋头这一块的纹路完全不一样，它这边的基本没有什么荔枝纹，而且纹路非常小。你看这边非常有质感，摸起来也很舒服。然后再看看最便宜的这一款，也就是1:1的，它的纹路也是几乎没有。它这2个版本的材料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错误。然后再看看这块反毛皮这一块的，这2款的反毛皮用的都是比较黑的，而且手感也不太好。这一款就是比较灰的，比较偏灰色，并不是非常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鞋子的后面，对比一下走线，包括材料。左边这只呢用的是荔枝纹的头层皮，然后这一款呢，你看它这边走线都是非常感觉说不出来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它用的材料也都是错误的，就是荔枝纹的纹路不够。然后再看看刺绣，对比一下。这只呢就更不用说了，
材料也是错误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鞋子这一块部分的材料，是比较细的那种像布一样的材料做的。然后这一款呢，这个版本呢，它用的是比较粗的，而且它这个密度都不一样。然后再看看它的最便宜的版本，密度更加粗糙，而且鞋型、弧度完全就不一样。然后再看看这款最便宜的版本，它这一块的做工，这一块做工因为属于比较，我基本每款鞋子我都会去在意这一块的做工，因为这块做工它在乎到你的脚后跟的那种脚感。然后再看看这个版本的，然后再看看这个最高版本的，是不是做工都是属于比较细腻，就是比较仔细的工人，他会去把这一块缝的会比较好一些。然后再看看我们的鞋标，普通版本，然后最便宜的版本 ，logo 都掉出来了。起码中等版本的他会稍微更加在意这一些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气垫部分啊，就是鞋子气垫这一块的。这一块呢，气垫呢，我主要是喜欢看这个细节，就是这种大孔的正常 Dunk 系列的气垫，这一块基本都是这种稍微偏大一些的，也就是比较好的版本，比较好一些的气垫。然后再看看其他版本的，它这就比较粗糙。然后形状上面也没那么整齐。然后再看看最便宜的版本，它也带气垫，也是比较粗糙的。他们这两个气垫用的材料商可能是相同的，但是这一家气垫呢是独立的一个材料商。手感也不一样，这个非常硬，它这个缓冲的材料垫非常硬。基本没有什么弹性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就看光泽就知道了，很舒服。那现在呢，我再为大家展示一下这款最高版本的影子灰这款鞋子的各个角度。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对比一下原装的鞋子，它开箱的一些视频。然后它的一些材料是不是用的是正确的？因为我对比过很多，这一款最高版本的，几乎是用的是相同的材料去做的。那如果你们要购买这款鞋子的话，我的建议，如果你们要买最便宜的版本，或者要买就选最贵的版本，因为中间这款大家称为 Top 的这个版本呢，它的材料就是一眼就是假的，就是材料已经不对了，一眼看过去就是已经是用的是不对的材料。那这样子呢，购买的意义就没有，就跟这个最便宜的材料用的是基本是一样的，但是它的做工会稍微好一些，穿着会稍微舒服一些。但是我最终还是建议说，大家如果是买的话，最好是买高版本的鞋子，鞋型穿的也有气质，鞋型也非常好。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复制品了，你们觉得呢？